在捕食者和猎物之间，这场漫长的进化军备竞赛，让很多动物进化出了非常厉害，甚至可以说有点恐怖的特征，用来帮助它们追捕猎物或者逃离天敌。但有一类动物走上了一条非常让人费解的进化道路——蛇。蛇是从蜥蜴演化而来的，在进化的比猎物更强，甚至超过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它们反而把自己的四肢给进化没了。而随着四肢的消失，它们用腿追逐猎物的能力也一并消失了。但不止如此，它们还失去了爪子，要干掉猎物也变得困难得多。正因为这样，蛇最终不得不发展出全新的狩猎方式，比如通过缠绕勒毙猎物，或者向猎物注射毒液。很难想象失去四肢这件事到底有什么优势。看起来蛇为了弥补这一点，只好拼命演化出各种新的生存策略来绕开这个劣势。那么为什么一整类完全以肉为食的动物反而会在进化中把自己的腿搞没了呢？从它们全身的许多特征来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一件事：蛇的确是从某一只蜥蜴族群演化而来的，只是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慢慢适应成没有腿的形态。在现存的现代蛇类当中，最原始的一些代表，比如蟒蛇和蚺蛇，体内其实还残留着一小段后肢骨骼，埋在身体后端靠近尾部的肌肉里。DNA 证据也显示，它们和巨蜥、鬣蜥一类的蜥蜴亲缘关系最近可以说是近亲。一般认为，蛇类和部分有毒蜥蜴很可能都出自同一个带毒的共同祖先，所以科学家把它们归在同一个大类里，叫做毒蜥蛇类总群 Toxicophera， 里面包含了所有蛇类以及和它们关系很近的一些蜥蜴亲戚。不过，毒蜥蛇类总群里也有不少本身并不带毒的蜥蜴，当然也有很多蛇在今天被我们归类为无毒蛇。但其实在这个大类里的不少物种身上，今天多少还能找到毒液相关基因的痕迹，只是它们产生的毒蛋白很弱，或者功能已经几乎完全退化。而那些和蛇关系很近的，却被我们归类为无毒爬行动物的物种，像鬣蜥，其实也能产生非常微弱的毒蛋白，它们体内依然保留着毒液相关的基因和腺体结构，只不过已经明显退化，功能大幅削弱，仿佛是在暗示这些毒素曾经要强得多。所以很有可能它们都是从远古某一位带毒的共同祖先那里继承的这种能力，只是后来有些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毒性，而另一些物种则把毒液进化得越来越致命。说到这个带毒家族，就不得不提那些巨大的海生爬行动物苍龙 Mosasaurus， 它们就是从一种蜥蜴演化而来的，而这种蜥蜴和巨蜥以及蛇的关系都非常接近，这也意味着从系统发育上看，它们大概率也和毒蜥蛇类总群有亲缘联系，同样可能来自某一位带毒的共同祖先。不过直到今天呢，科学家们在苍龙化石上还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毒液输送系统痕迹。在蛇类体内负责制造毒液的那些基因，最初其实是来源于一些本来负责完全不同工作的蛋白质基因。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所有毒液相关基因都能在有毒无毒的动物身上找到和其他普通基因非常接近的亲戚版本。这些基因是通过一种叫做基因重编程 Gene Reprogramming 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特别类型的突变，让某些个体在出生时会随机多带一份同样的基因拷贝。一旦多了第二份基因，自然选择就可以在不影响原本那一份正常功能的情况下，慢慢去改造这份复制版本，让它逐渐演化出全新的用途。这种基因重复的情况虽然并不常见，但对整个进化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生物体获得一整段全新遗传素材的方式之一。在合适的环境压力下，带毒的动物会收集利用这些被改造过的基因，把它们整合到自己的毒液系统里，再用来生产真正致命的毒素。蛇和带毒蜥蜴的毒液，比如巨蜥或者吉拉毒蜥 Gila Monster
和它们体内的消化酶关系非常密切，而它们的毒腺其实就是从唾液腺进一步改造升级而来的。在许许多多百万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次突变，让某些唾液里的消化酶开始对猎物产生一点点有害效果。于是，当这种蜥蜴咬住猎物时，哪怕只是非常细微的影响，也足以帮它多猎到一点猎物，或者有能力挑战体型稍大一点的猎物，使它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一丝优势，也等于是在鼓励自然选择开始发挥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酶就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有毒，生物从中获得的优势越大，这些毒素就越有机会被保留下来，继续强化下去。不过，光有毒液还不够，要变成真正的杀手，还得看他们的武器，也就是可以直接把毒液打进去的中空毒牙。目前看起来是蛇类独有的特殊结构，像吉拉毒蜥 （Gila monster） 这类带毒蜥蜴，把毒液送进猎物体内的方式就简单得多。它们只是牙齿上有一些特殊的沟槽，能让带毒的唾液顺着沟槽流进伤口里，慢慢渗入猎物体内。很可能蛇那种中空管状的毒牙，就是在漫长演化中，从这种有沟槽的牙齿一步步演化出来的。问题在于，目前化石记录里，已知最早的蛇类毒牙就已经是可以注射毒液的成熟结构了。不过，在大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有一种爬行动物叫做 Uachitodon， 虽然它和蛇的亲缘关系并不算很近，但它的牙齿化石似乎完整演示了蛇类后来获得招牌毒牙的那条演化路径。乌阿奇托顿目前只从牙齿化石被识别出来，但这些牙齿的形态变化就已经能告诉我们一个清晰的故事。在最早期的化石里，牙齿上的毒液通道只是一个比较浅的沟槽，只是在表面开了一条浅浅的槽。再到晚一些年代的化石，沟槽变得更长更深，接下来的阶段，这个沟槽几乎被完全包裹在牙齿内部，只剩下一条像发丝一样细的缝隙，可以看出来，最后则彻底演化成完全封闭的中空毒牙。也就是说，这些牙齿记录了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像吉拉毒蜥那样靠咬合让毒液顺着牙齿沟槽渗入猎物体内，一路演化到后期可以像蛇一样靠中空毒牙直接把毒液注射进去。它向我们展示了蛇类那种典型的毒牙是如何从更原始带浅槽的牙齿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带毒牙的蛇并不是都来自同一个长毒牙的祖先。有研究认为，在蛇类当中，这种可以注射毒液的毒牙很可能是在不同支系中多次独立演化出来的。所以蛇类毒液系统的演化至少有一部分的确像是在补课，是为了弥补它们失去四肢之后再也不能跳跃、冲刺或者用爪子抓住猎物的那些能力。那问题来了，蛇为什么会进化成这样细长的一条？很可惜，关于蛇是怎么一步步演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其实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化石记录实在不算理想。蛇的骨头通常又小又脆，而且从很长一段地质历史来看，蛇本身一直都算比较边缘、不那么常见的动物，直到比较接近现代，才在世界各地变得普遍起来。它们曾经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在那个年代，蛇的数量看起来要稀少得多。真正大规模出现在世界各地，其实是很靠后的事。这就让那些正在从蜥蜴往蛇过渡的早期形态，本来就很难被保存成化石。加上目前找到的古老蛇类种类又不多，材料也有限，所以在蛇到底怎么演化的这件事上，现有证据之间多少会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表面看起来让动物进化到失去四肢，好像完全不利于生存，但从整个演化史来看，蛇并不是唯一走这条路的生物。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动物支系里也发生过好几次，不过几乎每一次出现这种演化趋势，这些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大多是钻洞潜行在地面或土层里的穴居型动物，比如一整只叫做隐缘 Caecilians 的两栖类，就和蛇一样，把四肢几乎完全退掉了，演化成一种适合在土里或腐殖层中钻来钻去的细长身体。从更久远的历史看，两栖动物里也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其中有一只古老的无足猿类 Astopoda， 因为长得太像蛇化石，刚发现的时候一度还被误以为就是蛇。此外很多古老的两栖动物也都演化出了细长的躯干，再配上一对极小的四肢，整体外形就和简化版的蛇很接近。如果放到水里来看，这个趋势就比较好理解。在水中活动时，四肢越小，受到的阻力就越小，而拉长身体变得像鳗鱼一样，则有助于用身体左右摆动来推进，好游得多。有一段时间，科学家也确实认为蛇就是这样演化来的。一开始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蜥蜴，先在水中失去四肢，身体逐渐拉长，变成更适合游泳的形态，然后才又从水里重新回到陆地生活。自达尔文时代以来，人们其实就已经知道蛇是从蜥蜴演化而来，而且它们在很早以前是长过四肢的。不过，第一块真正意义上过渡形态的蛇类化石，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这一化石被命名为 Pachyrachis， 外形看起来非常像一条蛇，但在身体后段还保留着一对小小的后肢，而且它的化石是在一个大约9000万年前的海洋生态系统里被发现的。这一点似乎也支持了蛇起源于水生爬行动物蜥蜴一支的说法。另外，我们也知道蛇和一种叫苍龙类 Mosasaurs 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关系相当近，这就意味着蛇和苍龙很可能都来自同一只爬行动物祖先，只是后来在演化路线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不过，自从 Pachyrachis 被发现之后，科学家又陆续找到了更多古老的蛇类化石，而这些新发现开始对蛇源自水生祖先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其中一个关键证据来自一种被命名为 Najash 的古蛇，它生活在陆地环境中。Najash 出现的年代和 Pachyrachis 差不多，同样是大约9000万年前的晚白垩世，但它本身要彪悍得多。Najash 拥有更为粗壮的后肢，而且骨盆区域还保留着骶骨 sacrum， 也就是连接后肢的那一段脊椎结构。这说明它的后肢当时可能依然多少还能发挥一点作用。也正因为这样，Najash被认为是目前化石记录中最原始、最接近蜥蜴形态的蛇类之一，而且它生活在陆地上，而不是海里。另一种生活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古蛇叫做 Deinonychia patagonica， 研究人员用 CT 扫描对它进行分析，发现它的颅骨和耳部管道结构和今天许多打洞钻地的穴居蛇类非常相似。它们拥有比较巨大的前庭结构 vestibule， 这种结构通常和低频听觉相关，而低频声音更容易穿透土壤、岩石等硬物，这对习惯在地下活动的动物来说非常重要。其他一些古蛇化石也表现出类似特征，这些线索加在一起，就让穴居起源说成为目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之一。蛇的祖先很可能是为了在地下钻行得更好，逐渐演化出细长的身体，并一步一步退化，甚至完全失去了四肢。换句话说，蛇所在的这一支其实经历过一个所谓的基因瓶颈。它们原本是普通的蜥蜴，后来为了适应某一种非常专门化的生活方式，演化出一种极端特殊的身体设计，也就是适合在土里缝隙中钻进钻出的细长无足形态。但在更晚的年代里，很多继承了这种细长无足身体结构的后代又开始适应完全不同的生态位，被迫发展出一整套新的生存策略，才能在各自的环境中继续做一个高效的猎手。有的走上缠绕猎杀的路线，用强大的肌肉力量慢慢勒死猎物；有的则干脆把牙齿进化成注射器，
一口咬下去就能把毒液打进猎物体内。所以回头看，蛇把四肢进化没了，并不是哪一步走错了，而是在特定环境压力下被一点一点雕刻成了一种极端而高效的生存方案。它们用一条既能钻洞又能缠绕还能藏着毒液的细长身躯，证明了在演化这场漫长的实验里，生存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点个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探险。